哎，小伟，我跟你讲，来，怎样，干嘛？走，干嘛？怎样？三枪，走，这里有3枪，真的还假的？你看，认真。You know the jungle has its rules, and I just gotta keep it cool. 开始了吗？开始。哎，快含笑啊！我们就直接开始，不熟直接了。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我们今天在薰衣草森林，我们今天在薰衣草森林新社店，因为葡萄跟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合作，明信片的合作。然后我们今天先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这个人气比我们频道高40倍的 Spice 的雷山，我们今天是在蹭他的，没有。我们频道终于请到一个是厉害的，大家就看一看，想说这谁？我不知道。我们一样会把维山的 IG 放在下面，对，大家在这里。然后这是葡萄的 IG， 葡萄不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薰衣草森林。同时呢，我们今天我还是会拍一些照片。那我们今天用的镜头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固定干爹，我们汤姆龙的1770 for AP。走开啦！别家厂商的不要进来，干爹会生气。我们那个汤姆龙的1770 f2.8，我们在上一支那个 APS 对全片幅的那一支影片里面有稍微介绍过。那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回去看那支影片。好，那我们今天的照片呢，我在拍摄维山跟整个薰衣草森林的照片呢，都会使用这颗镜头来做拍摄。那使用的相机呢，因为是 APS， 这颗是 APS 专用镜，就我借到了一台 Sony 的。A6400，所以这是今天的拍照组合。我们请到了那个薰衣草森林的布狗，然后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当你们来到薰衣草森林的话呢，我们就会跟你们讲一下薰衣草森林的故事。那首先就是这2位女生，这2位女生是我们的创办人。I leave what's wrong, 'cause I've seen down ending the night. No point to resist, no other fight. From days to years, just passing by. We lost our attention, lost the light across the ocean of our lives. 我们现在薰衣草节有一个小活动，就是你们用10块钱，然后去投出一张幸福清单，然后去园区里面找10只小熊，然后集章之后就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它在当背景。哇，在森林的幸福实验室，里面有写字哎，我要念一下，有成功、平安、快乐，等一下那字也太小，友情、和平、希望、爱、成长。梦想跟健康，来有10个。我想要友情，因为徐小伟说我没有朋友，现在还是没朋友吧？就你们而已啊。没有我。哦，希望。就是希望客人来到森林之前一定要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先进去体验一下，然后按里面那颗红色按钮。我按哦，咪咪来，后面就一个瀑布这么，没有那么夸张。1、2、3，等一下，有哎，薰衣草的味道。你们一个人按，然后在这边转圈圈，会有鲜感哦。哎，就是这是什么老派综艺节目的惩罚？哇，非常啊，哎，好香哦，真的好香。是这里好拍吗？这里很好拍，目前为止，现在光线很不错。然后因为这一颗等效是24-105，所以广角然后望远其实都不错。出来玩的话，如果你今天相机是 APS， 刚好又是松尼相机的话，这颗真的很不错。像有时候我们要拍一些树或什么因为它是24-105，然后105端的话，我觉得在旅游的时候呢，多拍一些，就是拍一些那种比较远一点的东西，会比就是一般我们在标准的变焦镜是24-70嘛，它就是会多了一截。那我觉得在运用上真的还蛮方便的。其实这个焦段以前很少使用，是因为24-105这个焦段多半出的恒定光圈镜头都是 f4， 这一颗它竟然是 f2.8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可用性会比一般的24-70再更高一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它的体积其实并不大。如果你今天手上刚好是 APS 相机的话，真的很推荐。老师，它是恒定，从头到尾24-105都是恒定，都是2.8。哦，那就是镜黄等级啊。它包含了85跟100这个焦段。对，很方便。好，可以。
老师，你都不跟观众说你摄影眼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就是那边有薰衣草森林的牌子，薰衣草节，所以我觉得把维生放在那里，顺便带到那个节啊，业主应该会很高兴。这边是园区唯一一间内用的餐厅。那我们跟其他店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像这样半户外，不是完全室内。那包含像这边的座位区都是。对，你们现在看过去的话，可以有位置、有桌椅的部分都是可以坐。这边的餐点主要是哪一种类型？现在有薰衣草节，那我们有出一个比较特别的餐点是美国烤全鸡。那同时在这个时间也有草莓季的餐点。对，它会依照季节或者是现在盛产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对，会去新增一些特别的餐点。我想要吃芒果。你想吃芒果？芒果是现在有芒果吗？现在冬天。夏天这样。夏天才有芒果。几月啊？那我先回去。先回去了，拜了。不送啊，不送，先不送。很多料理都有用到香草的部分，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稍微认识几项香草，然后因为也会让大家做一些香草水带回去，所以我替大家准备了剪刀跟纸袋。动手的部分就交给交给我。这个是甜菊，然后它是会甜甜的，你可以拔它的叶子切，可以吃它。可以我还有点饿。你看，哦，真的有甜的，它是天然的代糖。不好吃，非常适合就是泡茶跟做都吃这个，来把它修正。所以我们到时候是一整段直接丢到水里，对，然后它就可以很香那样。哎，如果我们自己来玩的时候，可以自己剪吗？你们是不是喜欢的人才可以让他剪？喜欢的人，喜欢的人就我们啊。要怎样？我本人喜欢的，对你本人喜欢才可以。是挑客人啊。我们的话每天会有2场活动。哦，是参加活动，对，它算是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可以事先报名，然后我们会在11点或者是下午3点半的时候会有这个活动，所以我就是要放进去，对，把它放进去，不会太长，盖起来，对，让它稍微浸泡一下，就可以。它后面。带我们去这里，我盖到了。为什么你当然也盖到了？你可以带我们去吗？是快乐熊，我看到。快乐在哪里？这世界上没有快乐。快乐熊位置旁边有一个春联，那个春联啊，就是快乐的泉源。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它快乐吗？哦，这就是我会获得快乐的理由，好吗？你的快乐，自己的快乐自己干。好，我要找出我的快乐。结果盖一半。好。我现在额头上。哦，我看到那个了，看到什么？那个光影哦。没错。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这一颗又有望远端哦，所以呢，你在拍摄这种比较工整的画面的时候，效果就会很好。最超级这种看到人家拍什么就跟着拍什么的摄影师，每一次都跟在后面就补一张，然后就用比较厉害的方式，然后拍一张比你厉害。有一天他会发现，正确的爱自己，别人也会正确的爱你。哦，真的吗？好深邃哦，辛苦你了。他在这边等着别人被爱，这也太悲伤了吧！天哪！这一只熊的名字就叫做徐小伟。它是爱的熊。我们访问一下小伟，小伟讲一下什么是爱 ？What is love？ 爱就是我缺乏的东西。要好好的生活哦。那接下来这边是这栋小木屋是年轮邮局，那是我们贩卖明信片的地方。那我们很厉害，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寄到未来的自己，那我们最久是可以投到5年之后。那第二个寄法呢是寄给陌生人，那我们是请来这边玩的伙伴，然后写下给陌生人的祝福，跟其他人去交换。第3种呢是寄不出去的明信片，那有些客人可能会是寄给遗憾。寄到遗憾，或者是寄到前任男友，或者是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另一半都有可能。寄不出去的明信片那一格，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爆满。速用年轮去记录他的一生。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用明信片记录你们一生的记忆。那我们可以进去吗？就直接进去吗？对。靠在他的这个头上。来这边好了。你的头帮我靠住。下面有一个人。
为这里其实很好拍哦，不管是望远或广角，其实能够发挥的东西都蛮多的。然后其实你用广角，你可以带一些这个旋转木马，这个外面这个用广角拍，它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弧形。我们可以让咪咪就往前看就好了，好，你往左上看，我们先拍2张，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然后用广角可以尽量多带一些弧形。好，看我。哦，我看到熊了，这里可以一次盖满哎，是这样吗？这里1、2、3、4、5、6，我这样就有9只了，那还有1只对不对？那边有梦想，我要去找熊的梦想。这样，那边有梦想。小伟，这里有梦想。这要放慢动作。走啊！这是什么渲染玉器啊？我要去北海道啊！你要去北海道？去北海道。哎，去北海道干嘛？这里跟不良野有什么不一样？这样也会下雨，这里有生之咖啡馆，这里有盐酥鸡可以买。好，那赢了，冠军哇！就跟那个，这是妈咪熊，全家大小都平安，是母亲心中最深的盼望。再来求平安，妈妈，谢谢。哇，桂女也等来哦，梦想熊。梦想是，它好像萧敬腾哦。是脸盲，到底什么熊长得像萧敬腾？用特写那个熊，特写他，哪里像？这是什么健康熊？它是长老它胸口刺义气对啊，它有刺青它还有穿耳洞它谢和弦嘛。所以对啊，谢和弦啊，萧敬腾，谢和弦，它会不会断掉啊？真的断掉，我们会去看。这时候就有那个广角跟那个望远2种拍法。广角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高角度，然后呢，像这个现在开到大概等效24端，然后你可以拍到整个荡秋千，还有地上影子。对，然后望远端的话，可能就会这样拉直幅，然后呢拍比较工整的画面，就是视角会比较水平一点点。咪咪没在动，这样正常吗？没关系，我们就抓围山经过咪咪的瞬间，好就可以。哇！追踪围山的 IG 就会看到。今天才看得到。但是这个上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要等到你们上片日再发。先储存。我讲上片那一天再发这个限动。没问题。这边有那个钟嘛，然后呢，我这边用2种拍法，一个是广角，一个是望远。像有时候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光线现在刚刚打在这个钟上面，所以呢，它可以当成是一个比较就是重点的地方。那我今天用广角在拍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钟构在那个我构图的右下角，大家看画面就知道。然后因为这个树的线条啊，就是会整个带出去，大家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线条感。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薰衣草森林的话，可以试试看这种感觉。那望远的话呢，我可能就会把重点 focus 在这个钟本身。那我就 zoom in， 利用那个一样用前景深的感觉，用压缩感，我们带一下这个钟的特写，然后一样记得把钟放在一个背景不复杂的地方。我看是天空或者是后面的树，应该都可以。像这个时候因为有光线我们就请围山站在就是阳光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因为钟旁边有一个请勿攀爬牌子，我就巧妙的避掉那个牌子，然后围山帮我轻轻抓一下钟好了。这一样，这是望远端的。那我们一样广角也拍一张。我们一样广角的话，我就是贴近这边，然后围山一样站在就是脸吃得到光的地方，可能稍微过来一点点。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出，我们就只拍上半身，一样带到刚刚这一条树，对，再照到一点光，很好。这边呢是森林美术馆的入口。那我们园区一直觉得森林很美，它不需要有太多的装饰物，就可以让它变成一幅画。我们从这边之后进去就是我们的森林区。那我们森林区有做几个小小的巧思，等一下都可以在里面发现。然后我们会让整个森林都有一种美术馆的气氛，让你们怎么拍都会像一幅画一样。我就偷偷盖完了。对，就最后一只熊是瑜伽熊，然后在那个地方你必须先做一些瑜伽之后，它才从地底浮起来。老师，我觉得你在唬烂。最后一个，
各位观众，最后一个。开满了。哇，这里的光影好美哎！我天啊，这个光森林系。再晚一点就光吃不到了，因为会斜掉。吃不到可以用喝的、啊。林老师啊 ，Sorry。好，那进到这边的话呢，是森林的森林区，那可以看到四周都是肖楠树，我们都会让客人在这边稍微稍作休息。这里有一个休息区，稍作休息，让他们去听一下森林的声音。那客人可能会听到虫的声音、鸟的声音、蛙的声音。那我们想要让客人更深入了解的是，他们也可以听到树的声音。对，所以我们会提供这个听诊器，让大家去听。就是放上去就好了。对，放上去。我听到了，有了 ，OK， 真的是扑通扑通的。先听看有什么声音。那如果说你，我听到小精灵在跟我对话。那你可能要去医院，看一下精神科。听到了。他说他今天晚上想要吃烧酒鸡。是你吧？他说他想要吃鼎王麻辣锅。这里的树都吃很好。这个声音真的很明显，就是风在流动。你可以把你心中的熊画出来，我们后面有很多范例。对。等一下、那我最后补一下腮红。好。它是一只葡萄熊，因为它是紫色的。你们很可爱。对，我觉得画得很好哎。可是你知道这个已经有熊的轮廓，所以你很难画成别的动物。它的脸滴水了。耶！相视一笑。对。那这边是书中小屋，也是薰衣草森林园区的最尾端，就是最深处。那我们这次薰衣草节的主题叫做幸福的约定。我们2020年过得比较不安一点，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紧张。希望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大家可以到园区里面呢寻找10只小熊。那我们10只小熊都有不同的意义，以及想要带给大家的祝福。大家来到薰衣草森林之后，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2021年做一个幸福的人。好，我们现在集了10个章。好，所以我们集了10个章，我们可以兑换幸福。听说是大师拍的明信片，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好，上面有写字哎，上面写什么？大师本人已经忘记了，我念一下：树的表情、花的气息，构成春日的风景。懂？葡萄小姐拍的明信片，联名明信片，联名一下。我写在这边就都可以。好。就可以帮我投递到这个未来信箱里面。那我们目前最远可以寄到5年后，2026年。对，好，我明年好了，明年1月，2022年的1月。耶，好期待哦！那我们今天入住的是时光房，对，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有一个礼物盒，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礼物盒里面呢会有一把钥匙跟一个地图。那我们钥匙的话有一个大把的跟一个小把的，那我们可以打开地图看一下。那我们会看到一个3颗星星的点，那我们就是可以带着我们的小钥匙，然后去这3个点呢，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宝藏，然后里面都会有一个惊喜的小礼物给你们，这样子。对，就是在这个附近找就可以了。好，对。
蛮快的，其实以全人木马来说。我已经很习惯了。但我大家早安，大家早安。我们昨天是住在薰衣草森林这边，觉得这边的民宿怎么样？说小伟跟 Teddy 叠在一起的部分，这我就没有参与到了啦。一早 Teddy 在那边一直在这边洗漱，说小伟不要压我身上了，我真的头都不敢往左转，你知道吗？我压力超大，我心里发生什么事？是你自己啊！你不要录我，反正我心里面积大概就跟我的裤子一样，很黑，你知道吗？它沐浴乳很香哎，是薰衣草的啊，对，很赞。这边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它这边的住宿都是没有附那种一次使用性的用品，比如说牙刷什么要记得自备，但是他事前会打电话提醒你说要记得带这些东西，所以也算蛮贴心的啦。说白是，我跟咪咪昨天，就我们什么东西都带了，什么电棒卷啊，然后一堆饰品什么，然后我们没有带卸妆的，然后就所以你们全装躺下去，对，再全装站起来。就它连厕所里面都还有暖气，哦对，因为这里其实山上晚上其实蛮冷的。它厕所有暖气，有暖气，蛮温暖的。我早上有用，真的假的？就你不知道而已。我家厕所超冷哎。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苗栗人没有看过。对。哎，暖气长什么样子？苗栗的乡亲在下方留言，是不是苗栗人都没有看过暖气？好了，我们现在要干嘛？讲一下。早餐啊，吃早餐。那吃早餐好像要寻宝这样。真的，就是没有找到就不能吃早餐。然后他所有的零件分散在整个山口，我们大概先花3个半小时去寻找那3个部分。要荷包蛋，那我那个吸盘，你会得到一个地图，对，就是地图，就是你要靠这个地图去找到你的早餐。应该吃不到了，对，因为我们估计可能要花3小时，但他现在是8点，他早餐只提供到9点半，对，应该是没办法。好，那我们就去吃早餐吧 ，Go！ 我们现在开启第一个宝箱，开第一个宝箱哦。好，来。不行，好，谢谢大家。没有早餐可以吃了。第二个，不行，好，还是不行，已经2个嘞。哎，所以我们这边民宿的早餐都是这种可吸式的吗？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到园区去晒太阳，然后去户外野餐这样。哎，然后刚刚我们听你们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早餐还有得过奖。对，我们是在hotel.com 吗？对，第1名的早餐，真的是那个全台湾第1名的早餐就对了。没错。他刚犹豫，他是不是犹豫？好。哎，可以吃到第1名的早餐，开不开心？他也犹豫。这种，对，大家手提哇，好可爱哦。这里的早餐呢，其实是可以带到，就是因为你如果住宿的话，在薰衣草森林开门之前，你就可以进来园区这边，就是散步、爬山。像我们刚刚就爬一座小山。那我们现在在薰衣草森林原树下，推荐给年轻人哦，就是或者是年轻男女，就是觉得在这样做很浪漫。那对于我们这些年纪稍微有点年长的人，大家斟酌加减参考一下。它很好吃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在里面加了苹果，就是它加的苹果很加分，它很香哎，很香。那是哪些味道啊？它闻起来有玫瑰味道，然后又带点水蜜桃的果香的感觉。如果是喜欢就是花果茶的话，我觉得会蛮推荐这个的。然后我们走遍了整个山头，开遍了所有的宝箱都没有，最后在房门口宝箱最后一个，就在我们住的门外面。这个要是再开不起来，我也没有办法。看打开了，你知道，如果那个我们要讲句成语的话，这叫什么？舍近求远。哇，到底是什么？这种东西值得我们恭喜香草居民寻宝成功，成功！幸运之神已经悄悄降临了。那我案子真的可以，今年没问题吧？起飞了。老师可以吗？帮我开示一下。老师，这样我们今年的案子应该都可以吧？